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檀健次推廣愛情有煙火，放狠話酬勞再高也不演李亦菲。殺青半月手麻切菜，親媽誤以為她拍戲受傷。演一個生活廢柴居然比在舞台上又唱又跳還累，這聽起來有點反常。但看完愛情有煙火再聽檀健次的吐槽，就完全能理解他為什麼宣發時直接放話，下次再演這種生活廢柴，片酬再高我也不來。這不是矯情，而是實打實的跟自己幾十年的生活習慣、身體記憶對着幹。先把人物和劇擺清楚。愛情有煙火改編自晉江作品《投行男女》，李亦菲本來是滬上的投行精英，工作上養尊處優，住5星酒店，一開口就是項目、投資、談判。結果投資失敗，背上2000萬債務，還被前女友坑了一把，連住處都從酒店換成了老破小合租房。職場上他談項目時乾脆利落，回家卻連燈泡都不會換，煮泡麵能糊鍋，共享充電寶都搞不明白，是典型的對外精英，對內廢柴體制。這個強反差設定是整部劇的核心，也是檀健次最難受的點。很多人以為都市劇裡的生活戲很好演，不用吊威亞，不用摳特效，就是做飯、聊天、上班下班，不就是隨手拍的日常嗎？問題在於檀健次本人是家務熟練工，做飯切菜都是現成技能，舞台氣場也早就練到穩定。這種背景下要演從小沒碰過菜的少爺，就意味着要故意把自己會的一切拆掉重來。生活戲在這種情況下，反而變成了精細的技術活，不是簡單自然就好能解決的。他自己在宣傳現場講得很直白，有一場戲是切土豆，普通人上來就刷刷切完，甚至不用設計動作。但為了演出李亦菲那種沒碰過菜的生疏感，他刻意讓手法顯得笨拙，拿刀姿勢彆扭，動作慢半拍。結果這一場戲反覆 NG 10幾次，就卡在既要不熟練，但又不能真切到傷到自己的微妙平衡點上。對演員來說，難不是切土豆，而是控制身體不要回到自己熟練的狀態。這個過程本質就是跟自己的肌肉記憶對抗，是一種非常消耗精神的精細勞動。他用自己的舞台經驗來打比方，一整天泡在細碎的生活戲裡，人會累到虛脫，比連跳3場高強度舞台還累。不是腿腳撐不住，而是腦子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自然，不要熟練。每一個拿刀、端碗、換燈泡的動作都要刻意拖泥帶水。對於一個習慣把動作摸到順到穩的舞台人來說，這幾乎等於反向訓練。也難怪他會說下次這種生活廢柴角色就算片酬再高也不接。這句半開玩笑的話，其實暴露的是生活戲的隱形門檻。最有趣的是殺青後的後遺症。這劇在2023年7月就拍完了，他當時說殺青後足足半個月，自己在家切菜做事都下意識放慢，手還會不自覺發僵。親媽看見直接懵了，追着問是不是拍戲把手弄傷了，擔心他在片場出了意外。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受傷，純粹是拍戲時那種刻意笨拙的狀態沒有立刻消退，殘留在生活裡。從觀眾角度看，這畫面很好笑，但從表演角度看，這說明他在片場確實是把整套生活習慣強行改寫過一遍，演完之後需要時間恢復原廠設置。這部劇本身也挺曲折，拍完壓了近3年，中間遇到男二風波，要做 AI 換臉，制片方也換過，檔期反覆調整，一直到2026年6月15日才在央八和2家平台同步上線。一開始豆瓣開分只有 5.1， 不少人一看積壓劇就先貼上古早味的標籤，對劇情新鮮度也不抱什麼期待。這種先天印象放在當下劇集競爭環境裡，
幾乎等於一上來就背負着觀感劣勢。但播出後走勢有點出乎意料，口碑沒有爆棚，卻呈現出罵歸罵，下一集還是會點開的狀態。酷雲數據峰值衝到 1.25， 在央8本時段拿了收視第一，後來還上了央1、2輪播放。觀眾在評論區嘴上說劇情老套，實際收視和追更行為卻很誠實。這種邊吐槽邊追的局面，很大程度來自角色和生活質感，沒有給觀眾灌那種懸浮的霸總濾鏡。李亦菲的設定沒有走萬事全能、永遠冷靜的老路，而是展現出一個高壓職場裡常見的形象，工作上能扛事，會被坑到紅眼眶，失落到要從酒店搬去老破小，生活裡卻真的在各種小事上無能為力。合租之後，他會學着熬粥，會給鄰居小孩讀繪本，這些行為跟他之前的精英外殼形成反差，卻又符合很多大城市職場人的真實狀態，專業能力很強，生活能力很弱。觀眾看這個角色時，更多感到的是這人很像身邊誰，而不是在看一個模板霸總。女主錢妃也沒有被塑造成金手指女主，而是一個備財、背房貸的普通滬漂。她和李亦菲合租，從一開始互懟、互相嫌棄，到後來在工作、生活上互相兜底。兩人之間的互動沒有刻意製造大量工業糖精，而是在柴米油鹽裡把關係往前推了一點。觀眾接受這對 CP， 很大程度是因為裡面那些吵架、分工、互幫的細節，跟現實情侶的磨合過程更接近，而不是靠幾個高光橋段硬拱浪漫。劇裡有一句台詞，播出後被瘋狂轉發，哪個男人劈腿是因為小三做飯好吃？這句看似輕飄飄的吐槽，其實直接打破了那種抓住男人味就抓住人的婚戀雞湯。很多人看到這句評論都是太真實了，這才是我們普通人談戀愛會遇到的破事。他把情感問題裡那些常被拿來教女生的舊觀念，簡單利落地拆掉，讓矛盾回到人本身。出軌不是菜做得不好，而是人不行。這種視角轉換，恰好跟整部劇去懸浮濾鏡的基調一致。從行業角度看，常說大場面靠技巧，小細節靠功底。驚險戲可以找替身，靠剪輯；動作戲有特效加持，但生活戲就真的沒什麼捷徑。一個人端碗時手指怎麼扣，切菜時眼神看哪兒，慌亂時眉頭怎麼皺。一旦有我要演戲的痕跡，觀眾立刻覺得假。在《愛情有煙火》裡，幾乎所有情感推進、角色塑造都落在這種細密的生活動作上，對演員要求其實非常高。檀健次那句片酬再高也不來的抱怨，表面是宣發上的梗，背後是真實感受。生活戲不是不用技術，而是要求演員先把自己拆碎，再按角色邏輯重組。對會做家務的人來說，要演不會做家務；對習慣舞台穩定的人來說，要演動作不穩、反應遲緩。這種反向塑形，在當下都市劇裡反而很少被認真討論，直到他拿切土豆、殺青後切菜手將這兩個例子搬出來，大家才意識到，所謂日常戲自然一點就好，原來是建立在極強的控制力和自我克制之上。從這部劇的走勢也能看出一點趨勢，即便劇情結構不算新，人物真實，生活質感扎實，仍然能穩住收視，甚至在央8和央1之間完成輪播。這對行業來說，是一個提醒，觀眾並不是只看新概念和高設定，他們對能照見自己生活的作品依然有耐心。而對演員而言，生活廢柴這種看似輕鬆的角色，可能比那些一看就很難的動作戲更考驗功底和意志。這次檀健次的親身體驗，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證。